Hello， 大家好，我是 Frank。你知道你的生命其实不用这么用力，你需要的只是一套友善的自我能量管理。而我是的教导就是这套完整又落地的自我能量管理系统。今天我想跟你分享我是如何透过我是的教导实践30天打造出自律的生活。大部分人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自律影片，大部分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教导的是在心智上面短暂的重塑，它并没有长期在你心智上面建立一个神经回路。我们当然都知道，看了这些 YouTube 影片，我们理解自律的优点，我们可以理解自律的成果，但我们就是做不到。就算你看了这些自律影片，你强迫你自己的心智进入那个自我重塑的阶段，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还是容易回到旧有的习惯模式。这是因为你还是基于你的感官意识在运作，但今天这部影片我们要教你如何从你的感官意识切换到你的神性意志，去真正重塑你的心智。请相信我，你一定会看到自己奇迹般的转变。而我也是透过这30天的自律之后，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曾经每天被高压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每天累到回家只想躺在床上滑手机滑到半夜，然后隔天早上又累得要死，然后又很后悔自己做这些事情。我曾经认为的自律就是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对抗自己的心智，去对抗自己的意识，去强迫我自己做那些我不喜欢的事情，但这根本没有用，对不对？你会发现，不管你设定多少目标、多少计划，到头来你就算把那些事情做完了，你还是会报复性的去浪费掉你自己的时间，躺在床上去做那些无意识的活动。而我很幸运的是，在这30天，我很认真的去实践我是教导里面的方法，我才发现，原来我们都误解了自律真正的意思。真正的自律呢，并不是要强迫你自己去做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当你还在强迫你自己时，你等于是在意识上你还是强迫自己改变，维持自然的自律，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当我理解这个道理之后，这很大的程度上帮助我建立很大的信心，让我鼓起勇气开始做 YouTube， 开始建立社群，然后看到这么多人因为我的影片生命开始转化之后，我非常多的感动。我当初经过这30天的自律，开始经营自媒体，这过程并不是辛苦，它是非常自然而然发生的。现在我想把我成功的这份模式无私的全部分享给你。除此之外，在你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我还亲自帮你设计了30天的自律觉醒行动计划表，帮助你在看完影片之后更落地、更有步骤性的去执行，你能够按部就班的跟着我曾经走过的路一起实做，一起变得更自律。档案我会放在留言区供大家下载。我跟你保证，这部影片并不是要制造更多的焦虑给你，而是借由我是的教导，让你在这30天之内从感官意识切换到神性意识的过程。我想帮助你更轻松的引导你自己的生命轨迹。如果你用心的看完这部影片，我相信你一定也可以跟我一样完成30天的自律觉醒大挑战。影片会将自律的方法分成4大步骤，包含第一个收回你的能量，第二个意识的切换，第三个维持你的内在和谐，跟第4个最重要的是如何达到神性的保护跟能量的补充。影片中教导的精华全部都是来自于圣哲曼原文的第1卷跟第3卷中的教导内容。在书中，圣哲曼讲到人类如何提升自己的心性，达到自律完美的境界，而这个就是扬升大师自我修炼的第1步。你将学会一键去切换你的意识频率，让自律成为你最自然的流动状态。为了帮助你更好学习，有2件事情你可以做。第一个就是点赞、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就可以收藏影片重复观看。你也可以在每周都可以定期的跟我们一起学习扬升大师的教导。第二，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宣告我是神在我体内行动的临在，用你的宣告启动你现在的我是临在，用你的我是临在连接这部影片的能量，帮助你更好的学习。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我们其实心里面都清楚，在你生活当中让你逐步前卡关的那些难题，其实都是你灵魂最想要成长的课题。那些事情通常都会包装成你生命中最不想要面对的事情，不管是金钱上面的问题、家庭上面的问题，还有很大部分人是工作、事业上面的问题。因此，要活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潜能，最重要的并不是去等待，并不是凭借着你现在的灵感，并不是凭借着你现在的感受，而是去掌握一个被这个社会严重低估的超能力，也就是你的自律。唯有自律，当我们停止逃避，去做我们眼前应该做的事情时，你才能够跨越生命中真正的瓶颈。在我这30天的自律生活中，我逐渐明白一个道理，一个真正自律的人，他会从自律当中活成自己喜爱的样子。我想请你想象一下，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当你想要去运动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跳起来跑到健身房去做你最喜欢的运动。当你突然有灵感想创作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打开你的笔电，把你所有的灵感抒发在这些创作上面。当你想要振作起来时，你马上就可以停止滑手机，可以去执行脑袋里面那些有建设性的计划。还有一个最重要，当你想要早点睡时，
你马上就可以在你约定的时间内去睡觉。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就觉得好像很难做到？原因在于你大脑认为的自由，其实已经被你自己的感官意识所控制住了。我们现在必须承认，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习惯寻找快速短暂的多巴胺刺激？因为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在这个内容农场的世界当中，去快速的获得高刺激、快速的满足。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人他有3种状态。第一种就是他会无意识的滑手机，停止不下来。第二种状态是他无法长期专注在长期的目标、长期的愿景上面努力。第3个呢，是他会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的未来，而逃避现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总结现在你和这个世界其他人遇到的共同问题，也就是你的心智它一直处在一个长期的感官意识当中。那感官意识又是什么呢？也就是你的心智它所听所想所闻所接触到的这个混乱的外在世界。而当你将自身能量投射在这个混乱的外在世界时，你其实是被困在一个能量失衡的数位世界。当你懒得思考、懒得表达你自己，不明确定义你自己是谁时，这个世界它就会来定义你。但别担心，你只是暂时遗忘了你原本的能力。当你有意识的切换到神性意识的时候，你真心所渴望的那些建设性的梦想，都只需要藉由你的我是灵在带领你，你就可以完成。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着圣哲曼一起学习，如何透过我是灵在来破解现代数位鸦片生态系的这个幻象。请你保持专注，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即将会颠覆你对自律的理解。步骤1，收回你的能量。在这个自律的背后，一定有某种力量支撑着我们前进。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谈到什么叫做真实的力量。圣哲曼大师说，自律也就是自我掌控。你必须认知到，唯一在你身上运作的这个力量就是我是灵在，这股力量是毫无限制，完全供你使用，这个就是你真正的力量来源。所以你必须明白，你的思想跟感受是这个宇宙当中创造的最大力量。当你正确的能运用这个思想跟感受之力时，你就可以达成自律。所以达成自律就是在每个瞬间，你不断的都在做自我修正，不断的在做自我掌控，也就是你的念头不断的在控制跟修正当中完成。就算很多人会跟你说你要顺其自然，你要维持现况，但我要告诉你，这个宇宙法则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他们还是如此的运作。所以这取决于你的灵魂有多想要赶快完成它现在的课题，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努力，你是不是愿意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起全部的责任。当你能够想通这一点时，你就可以从生命中的消费者变成生产者，你不再去消耗那些没有营养的想法跟负面的情绪，你反而开始更专注在如何让你的生命变得更扩展，给予你自己正向的反馈，去支持你成为生命中的生产者。那圣哲曼他这边有说，当足够的自我控制被达成时，它使人们将思想稳定集中在特定的愿望上面，就像是你拿着这个火炬让火焰维持不动一样。所以如此坚定不移将思想和感受集中于特定的愿望上面，并意识到我是灵在的智慧，在思考是神在行动，那么他就会明白，它可以使他所渴望的事物显现出来，成为具体化可见的实相。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你有意识的去练习这件事情。你现在所有的思想跟感受，其实都是神在你体内运作的表象。你必须要很深刻的理解这一个含义，你才有办法解开那个无限的力量。所以收回能量呢，就是有意识的开始聚焦在你想要的思想跟感受上面，不要聚焦在那些你不要的事情。你要相信你有能力将你体内这个源源不绝的能量导向你的思想跟你的感受，你的能量它就会聚焦，而不会被你杂乱的思绪情绪发散掉。这就是帮助你自律的第一步。扬升大师真真实实在告诉我们，这就是伟大的神性内在法则。也就是我们从神性意识当中，我们去看见我们自己的思想，去看见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去听从我们的感官意识，去放任我们的感官欲望。那接下来你可能会问我说 Frank， 那到底什么是神性意识，什么是感官意识啊？这就会带到第2个步骤，意识的切换。要知道远古时期的人类，那个时候他们的身心灵是完全跟他们的内在自我连接，跟他们的神性灵在连接的非常紧密。而这种状态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伊甸园。没错，就是圣经上所描述的那个完美的人类境界。它其实在描述的是一个人类内在的境界。这个完美的内在境界来自于内心的神圣智慧，就是你的神性意识。所以请你注意听哦，这其实是关于一个人类集体失忆的故事。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最初像亚当一样，我们拥有的是完整的神性连接的能力。当我们开始将所有心智的活动专注在眼前的物质跟感官世界时，它就一步一步被降为成狭隘的感官意识。而这层感官意识的灰尘，它蒙蔽了我们的神圣智慧。更关键的是，每个来到地球的灵魂，包括他镜头前面的你，我们都是带有宇宙的神圣计划，要来这个地球创造。在这种意识下降沉默的过程中，结果就是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自我意识的完美主导权与掌握力。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混乱跟疯狂，大家都知道对的事情，但没有人敢去做对的事情，这都指向同一个根源，那就是人类他们已经遗忘了自己原本神性意识的连接能力。所以一旦人类从神性意识降为感官意识的时候，我们便显化出我们心智最常关注的事物，而感官意识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无止境的欲望，追求更多，占领更多，想要透过控制来获得短暂的优越感与地位，并深陷无止境的焦虑当中。这是因为我们当初违背了宇宙在创世纪的神圣法则，也就是我们内在的神性与统治权。所以我们亲手开始设计了所有的不和谐、各种限制、各种恐惧加诸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不再用整体来思考这个决策，我们将自我认同局限在局部而不是整体。这自然导致我们生活中所不完美跟失衡的这个现象。所以圣哲曼在这边说到人类的限制，他说人类所有的限制都是个体滥用神所赋予的自由意识所导致的结果。他迫使自己活在一个自我创造的框架中，直到透过心智外在意识的主动选择，再次觉醒地回望自身神圣的起源，那万物之源的上主。这一刻来临时，人将忆起自己曾经的样貌，并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凝视那宏伟的宇宙生命蓝图时，再度成为那样的存有。我读完这句话，我非常感动，这也是我当初成立频道的初衷。我想透过刚刚这段讯息，唤醒在镜头前面的你，你可以想起来你原本完美的那个状态。而我们要回到神性意识的核心，就是要不停地透过自我修正人性的弱点，并全然的崇拜内在的神性，活出并展现这个完美。所以切换你的意识，就代表你随时在主动选择连接我是灵在，透过你内在的指引我是灵在来引导你外在的世界，也就是你的思想跟你的感受，去分辨有时候头脑正在干预你的决定，去修正你现在内心人性上面的弱点。你会发现神性意识它总是带你前往完美的计划迈进。这一段比较深奥，我建议大家可以重复看至少2遍以上，去帮助你更好理解。当你可能问我说 Frank， 好，那我要怎么回到神性意识当中呢？圣哲曼告诉我们，维持内在和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这就带到我们影片的步骤3，维持内在的和谐。那圣哲曼说，维持必要的和谐，让我是灵在内在强大力量得以释放，去供你们有意识的具体运用。让我们为这些亲爱的学子们破除时间、距离与空间的观念束缚。如果你要获得大师自律的这种境界，内在的和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你如果能够对你内在的和谐有一份觉知，能觉察到说你现在是在平静中还是在波动中，这个就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你如何变得更自律。圣哲曼告诉我们，开启通往更高境界之门的钥匙，正酝酿于这份简单且坚定的自我掌控之中。所有学子都应该认真体悟这项伟大真理：你的意识所在之处即你所在之处，因为我是无所不在。大家可以跟着念：我是无所不在。你是不是常常会告诉你自己啊，我没有时间运动啊，我年纪太大，我没有办法学这个新的东西啊，这个地方太远了，我没有办法去。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你不断创造的限制给你自己。那我们刚刚讲到，把你的意识聚焦在你不要的事情上面，它就会创造出来让你体验。这就是圣哲曼提到的，我们正在创造时空幻象，限制我们自己。他说，长期以来，人们在意识中认为存在空间、遥远距离或时间，这些都只是人类外在的创造。因此，你要穿透这份隔在你外在意识跟内在完整力量之间的薄纱，这只是一种思想跟感受的状态。所以你有发现吗？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跟外在世界隔开了这层薄纱，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跟感受。你只要能够调整思想感受，这一层薄纱它就会消失。时空是一种限制，是我们自身信念显化出来的一种概念。我们通常认为自律很难，是因为我们替我们自己创造了太多的限制。我没有时间，我没有信心，我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没办法做到这个。等我准备好的时候，我再开始。当你有意识的看见你正在创造这个限制给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能破除它，并敢于行动。所以当你在自律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坚持时，请用下面这句话的谕令来宣告：我是完整自我掌控的永恒力量。这将会让你获得一份生命真正的主宰权。更重要的是，当你认知到我是灵在运作时，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干扰或中断它。请你明白时空并不存在，你就能接纳永恒的浩瀚。所以维持你内在的和谐，它能够极大度的帮助你连接你的我是灵在智慧，协助你有意识的去离开那个幻象，你自己创造的幻象。当你开始自律，去开始规定你每天应该要做的事情时，请你开始用你内在感受到的这股和谐去释放强大的力量，并破除你意识中的幻象。
你就有能力把做不到变成做得到。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神性的保护跟能量的补充。你要知道，你所思考的地方就是你意识现在所停留的地方，所以你在思考我晚上要吃什么的时候，你意识就在那个能量层面。当你陷入自我怀疑的思想跟感受时，你就必须要跳脱现在的意识层次。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没有办法在问题的层面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维度拉高到更高一阶，我们才可以俯视它，并看到各种解决的方案。因为我们的视野变广，我们可以看到更全面的世界。而圣哲曼也说过，你要带着全然的觉知进入比物质世界更高的境界，你只需要调整改变你的意识。你可能问我说 Frank， 那我要怎么切换我的意识？圣哲曼告诉我们，透过知晓我们有意识的存在在彼处。我个人解读是，在这个多重的宇宙当中，你的平行时空有好几个版本，有好几个版本的你已经现在很成功、很自律，活得很圆满。你只需要意识到，去知晓到那个版本你已经存在在那个意识频率，你就有办法连接到它。因为宇宙的法是，当你想到的那一股意识，它一定就会存在在那个时空下，所以你就已经切换到那个频段的意识。所以如果你身处的环境不是这么友善，并不是支持你完成自律，请你跟着我念这句预令，来保护你自身的能量场。凭借着我所创造的电子圈的力量，我是不再受任何怀疑与恐惧熏染。我欣喜地握住这根代表我是的权杖，勇敢地踏入任何我想要的高等领域。圣哲曼教导我们使用这句预令来保护我们自己不受影响，请跟着我念：我不接受来自任何人或周遭事物的影响，唯有神、至善以及我是总是受神指引。当你自己觉得你能量不够坚持，常常被心智头脑拉走时，你一定要培养静心的习惯，每日静坐3到4次，就单纯的让你的外在自我趋于静止。我这边对于外在自我的解读是，从你的感官意识中产生的心智小我，我们每天都要练习让它安静下来。这是我是教导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如果你有能力停止你的外在自我的活动，也就是你的心智活动，你将会感到一个源源不绝的我是临在正在与你连接，这将会使你的能量得以补充。其实没有这么复杂，自律的过程其实就是学会指挥并掌控你体内的能量。圣哲曼大师说得非常清楚，你如果要能量静止，你便静止；若要能量活跃，你便行动。你必须挺身直面困境并超越它，别无他法。这就是扬升大师给予我们成就生命更高境界的自律工具，如今已经呈现在你面前，等待你去使用它。你会发现，用你的自身我是临在来协助你，会比你透过头脑硬干来得容易、轻松且自然。恭喜你，现在你已经完成了从感官意识切换到神性意识的完整蓝图，来重塑你的心智。现在就请你下载我在留言区为你准备的30天自律觉醒行动蓝图。我必须再三强调，当你能够真正理解并接纳我是临在，它就是你内在最强大、最神圣的力量来源时，而不是在头脑层面的理解，你的人生就不会有任何逆境存在。现在你已经掌握了这份强大的生命法则，来执行你的自律计划。请你跟着我们一起念这个预令，宣告：我是人类的至高权能，无论我行至何处，我是行动中的神。恭喜你现在可以开始执行你30天的自律觉醒大挑战。请在留言区再次宣告：我是神在我体内运作的临在。也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我的频道是在每周我会分享最原始、最纯粹的扬升大师的生命教导，并协助你将这些智慧落实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那我们下次见，拜拜。